女孩突发奇想，竟打算找个最穷的男人结婚。在她的多方打听下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。他叫江二柱，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穷光蛋，穷到在媒婆眼里只配娶个缺胳膊少腿的女人。不过他的一条腿就是比别人短那么一丢点儿。瘸子，一听是个瘸子，二柱当时就炸了。他虽然是穷得很稳定，可那也接受不了娶个残疾人当老婆。不比你打光棍强，该知足就得知足。媒婆赖在院里不走，还在试图说服二柱。这边的事还没解决完，邻居四嫂也掺和了进来。混账的江二柱，你是过来不过来吗？啥事，四嫂？嫂子，给你介绍个对象。是个麻子。去，那个姑娘她认识你。一听四嫂这话就是开玩笑，她是出了名的穷，十里八乡哪个姑娘能不认识她？我说的是我娘家小耿庄有个姑娘，她打听你好几回了，还问你结婚了没有。眼看四嫂越说越悬，二柱不由得打听起了姑娘的名字。你说，那姑娘她叫啥？叫巧哥呀。巧哥？名字倒是挺熟悉，可在他的印象里压根儿就没这个姑娘。第二天，还在地里干活的二柱就被匆匆赶来的四嫂拉回了家。原来是巧哥要来相亲了，四嫂让他回去准备准备。可看着二柱家光秃秃的院子，让四嫂不免有些担忧。这得想个法子啊。二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倒是来看热闹的媒婆给他们出了个主意。当初你大叔娶我那阵，还借了头骡子拴在院子里添彩呢。去借砖木料，摆在这儿，就说江二柱要盖大北房了。众人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，纷纷对二柱伸出了援手。东家搬几块砖，西家扛几根梁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院子里就堆满了盖房的材料。二柱刚松了一口气，邻居江大爷却皱着眉走了过来。二柱，不是大爷扫你的兴，这么着可不是个办法。江大爷的一句话点醒了二柱，穷归穷，可不能丢了诚信，更不能去骗人家好端端的姑娘。想到这儿，二柱又把东西一件件还了回去。四嫂急的是直跺脚，生怕到手的鸭子飞了。她趁二柱外出的功夫，又招呼大伙儿悄悄把材料搬了回来，还硬给她换上了丈夫都舍不得穿的新衣服。衣服虽有点紧，但人却精神了不少。没过多久，巧哥来了。姑娘长得水灵标致，一进门目光就落在那堆砖木料上。二柱刚想坦白，就被一旁的四嫂打断，是准备盖新房用的。四嫂的话让他羞红了脸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和巧哥的事八字还没一撇，一旁的万元户孙星光就跳了出来。原来他在见识到巧哥的样貌后，一下就被迷住了。他趁着院子里没人，悄悄喊来了媒婆，想要挖二柱的墙角。孙星光虽然家里有钱，可形象却不如二柱，尤其是那个头发，整天跟个鸡窝似的。二柱的头发就明显帅气很多，不知道是不是用了什么好的造型品。最终孙星光动用了超能力，才让媒婆勉强答应下来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决定回去洗个头发，好好收拾一下自己。毕竟打理一个好的发型可以给人留下好印象。在回家换了身行头后，看起来确实精神了不少。只是头发他实在是不会打理，如果有一款随手一抓就能成型的造型品，那就太完美了。像我平时也不会打理头发，可自从用了吉山川就不一样了，它是专为新手小白打造的造型品，不管是帅气的美式前刺，还是微分碎盖，随便一抓就能出型，主打一个简单便捷，主流发型都能打理，各种发质均有适配。头顶扁塌没精神，就用吉山川抓个头发吧。搞定了形象的孙星光，只等着媒婆的好消息了。与此同时，二柱的老娘在屋里拉着巧哥的手，迟迟不愿松开。老太太是真稀罕这个姑娘。二柱端了杯水，正要递给老娘时，却被一旁的四嫂制止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可没想到巧哥在接过水后，竟直接递给了老娘。他的举动让二柱既感动又羞愧，感动巧哥的孝顺，羞愧盖新房的谎言。说话间，媒婆走了进来。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他看二柱正给老娘熬药，便故意扯着嗓子问：“你妈又病了？”老太太顿时一脸难堪。媒婆又当着巧哥的面对他家一顿数落，目的就是破坏这桩亲事。姑娘，快到外面透透风，这屋狼烟土爆的。可不明所以的二柱妈还想让媒婆帮着说点好话。他大婶儿，你也帮着说几句好话吧。老嫂子，你放心，我让他出不了小江庄。
转头他就来到巧哥面前，嚼起了舌根。你怕是走错了门吧？这家穷的能把锅吊起来当中敲。巧哥没有接话，只是蹲下身抓了把土，随后又在院里转了一圈，好像在盘算着什么。最后帮二柱妈煎好药，就转身离开了。二柱推着自行车跟在身后，一言不发。巧哥这么好的一个女孩，让他觉得两人的事根本没戏。巧哥似乎猜出了他的心思，便停下了脚步。二柱同志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你也没个笑模样。想不到你这个大小伙子比姑娘还害羞。我不是害羞，是害怕。二柱的话逗笑了他，气氛也变得轻松了一些。二柱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二柱一下被问懵了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看他那傻样儿，巧哥故意卖了个关子。我们早就认识，我不说，你自己慢慢想吧。二柱，我们交个朋友，可以吗？你不嫌我？要那样，我还不来呢。第一次收到女孩的表白，让二柱害羞的不知所措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一点准备也没有。好在他还算机灵，将自己的小学照片送给了巧哥。在当时，互送照片就相当于确定下了恋爱关系。可当二柱还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中时，巧哥提出的结婚条件，让他从天堂瞬间坠入地狱。你们小江庄如今谁家最富？孙星光家。那好，孙星光有什么我就要什么。孙家还没有的，只要我喜欢，也打算要几样。这二柱同志，再见。这突然的转变让二柱愣在了原地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刚才还口口声声的不嫌他穷，转眼就要那么高的彩礼。母亲知道，心疼的直抹眼泪，感觉是自己拖累了儿子。媒婆却在一旁幸灾乐祸，人家那么水灵的姑娘，怕是嫌江二柱家里穷。就是嘛，我看呐，这桩亲事儿得吹。沉默许久的江大爷却觉得事有蹊跷。谁不知道二柱家穷？要是她真的是嫌贫爱富的女孩，何必大老远跑一趟，还收下了二柱的照片？这让大伙百思不得其解。而媒婆转身就来到孙星光的家里，说这门亲事已经8、9不离十了。毕竟巧哥是照着他们孙家提的彩礼，这明摆着是看上他了。孙星光高兴坏了，当即拿出钱来，让媒婆尽快去下聘礼。现在的姑娘找对象都是先看男方的条件，就像巧哥的闺蜜翠芝，刚找了个条件好的对象，立马就显摆了起来。家里有3间新瓦房，1辆新自行车，刚买的缝纫机，反正比小江庄那个穷光蛋强。小江庄就是我上次看的那个，叫江二柱。那天我一进江家门，就觉得冒穷气。巧哥听完哑然失笑。虽说两人是很好的闺蜜，可价值观却大不相同。对于婚姻，她有自己的选择标准。巧哥儿觉得靠彩礼富不了多久，只有靠自己劳动得来的才是长久的。得了吧，靠自己，要等到哪年？不是我喜欢这样做，现在就兴这些吗？晚上，巧哥儿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她拿出二柱的照片，仔细端详起来。往事的一幕又涌入了脑海。那天下着瓢泼大雨，父亲去山上砍柴，不幸晕倒在地，幸好被善良的二柱发现，他冒着大雨将父亲送回了家，这才让他捡回来一条命。在离开时，还帮着把院子里的柴火收拾了一遍。也是在此刻，这个憨厚老实的男人走进了巧哥儿的世界。他本想出去道声谢，二柱却已经转身离开了，可他的身影却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巧哥儿的内心深处。不久后，媒婆登门拜访，说是二柱让他带了句话。巧哥热情地给他倒了杯水，可媒婆的话却让他如坠冰窟。姑娘，你要的嫁妆太高太贵，他穷，娶不起你，这门亲事就算了。趁着巧哥愣神的功夫，媒婆开始说起孙星光，还说那天二柱家院子里的木料也是借的孙家的，要是嫁给了孙星光，那等于掉进了蜜罐里。谢谢您，别费心了。姑娘，你好好想想吧，人生在世，谁不图个富贵呀？巧哥想不到自己的一番话被二柱误解了，
他提的那些要求其实是想让他心里有个奔头，根本没打算现在就和他要。于是他拿起纸笔给二柱写了一封信，刚把信寄出去就碰到了四嫂。四嫂也埋怨他要的彩礼太高，虽然知道自己被误解，可他也没多做解释，只是让四嫂帮他带句话，让二柱这几天套上马车来他家里一趟。二柱在收到信后有点懵，只见信上是一幅草图，上面有鸡舍、猪圈，还有葡萄园，而草图上画的正是他家的院子。四嫂把巧哥的话带到后，让二柱更加疑惑，搞不清巧哥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妈，你说他让我套辆车干啥？兴许是让你帮他拉柴火吧。隔天一早，他就赶着马车上路了。见了巧哥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询问：“你叫我套车来干啥？”你猜猜。我猜不出。真憨，要你套车来拉嫁妆。这话让二柱有些害羞。他拿出巧哥的信，夸他画得好，把他想到的和没想到的都画上了。而那张纸上画着的都是巧哥心中所想。他要带着二柱，凭借着勤劳的双手，创造出两人共同的财富。想要富起来，就要多种经营，光靠种责任田承包那点地是不行的，还得搞副业，要养鸡养兔种葡萄。听着巧哥对未来的规划，让二柱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巧哥从院子里挖出了3棵葡萄苗，这是父亲生前精心培育的新品种，他把它当成了嫁妆送给了二柱。在巧哥的带领下，曾经那个光秃秃的院子转眼大变了样。当初的那3棵葡萄树开花结果，养的鸡也长大了不少。巧哥觉得鸡饲料不够吃，便让二柱套上马车去他家里拉一趟，他自己骑车先走一步。只是没想到孙星光贼心不死，眼看搞不定巧哥，媒婆就带着孙星光直奔他家而去。路上还遇到了翠芝，翠芝见孙星光开着豪车，穿着时髦，一下觉得自己的对象不香了。由于巧哥儿妈没见过二柱，只知道女儿的对象是小江庄的，便误把孙星光当成了未来女婿。见他打扮阔气，还骑着摩托车，让老太太一眼就相中了。临了还稀里糊涂地收了人家的彩礼。等巧哥回来后，他直夸女儿好眼力。你见了？见了，妈一眼就相中了。妈，你喜欢？我闺女看上的人，妈还能不喜欢？听刘大婶说，人家肥得流油，过几天就要盖新房啦。巧哥听完感觉不对劲儿，忙拉着母亲前去确认。妈，你说的是不是他？就是他。两人看的根本不是一个人，这下让误会越来越深。刚才翠芝来找巧哥，正好看到了孙星光的摩托车，这在当时可是相当于现在的一辆大奔驰。翠芝被馋得口水直流，回去就和自己那老实的对象提出了分手。咱们的事儿算了。随后骑着自行车来到村口，故意把自己的车链子弄坏，以此来制造一场偶遇。怎么搞的？真是怎么回事嘛？车子坏了。在帮他修完车后，翠芝就主动凑上来献殷勤。你叫啥？姚翠芝。再见。不久后，二柱家的葡萄架上挂满了葡萄，惹得村民们羡慕不已，大家都想跟着一起栽。巧哥儿也不藏着掖着，大方地把新培育出的葡萄苗送给了大家。眼瞅着巧哥儿整天和二柱黏在一起，让孙星光醋意大发。他生气地质问媒婆，明明收了他的聘礼，那他就是孙家的媳妇，整天和二柱混在一起，像什么话？媒婆怕到手的钱飞了，便教唆着孙星光接来了巧哥妈。老太太一进门就看到了院子里的大瓦房，一旁还放着红砖木料，一看就是个富裕人家。她替女儿打心眼里高兴，可当问起女儿时，媒婆却神秘兮兮地让她往西院里看。老太太扒着墙头一看，只见巧哥儿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拉拉扯扯，这顿时让她一脸难堪。媒婆则趁机在一旁煽风点火：“老嫂子，咱们可是敲响的，咱们相亲归相亲，事情归事情。你既然收了孙家的定礼，可不能一女嫁二男。”媒婆的话让她火气飙升，大声呵斥，让女儿赶紧过来。不料巧哥却让母亲去他那屋，气得老太太开口大骂，结果一个没注意，从凳子上摔了下来。等把她送到医院，巧哥才一五一十地把误会说清楚。可在见识了孙家殷实的家境后，死活不同意女儿嫁给二柱。孙家再有钱，东西再好，我就是不爱。江二柱再穷，我跟他一起劳动，我们一定能富起来的。他家还有个病娘，巧哥，你要伺候到哪一天呢？妈，您怎么能说这话呢？反正我只知道，
不孝敬老人的男人，也不会真心疼他媳妇儿的。老太太了解女儿的脾气，知道拗不过她，便把矛头对准了二柱。我巧哥是从小娇惯大的，如今你们家日子不富裕，还有个病娘，我看这桩亲事算了吧。巧哥妈的话深深刺痛了她，可转念一想，她说的也没有错，怪就怪自己太穷了，不能拖累了巧哥这么好的一个姑娘。我不怪你，也不怪大婶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可你妈说的有道理，我太穷了，我看咱们的事就算了吧。二柱的话让巧哥失望至极，他为二柱承受着外人和母亲的压力，没想到他这么轻易的就要放弃自己。二柱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说吧。你还喜欢我吗？喜欢，这咋说呢？我喜欢不起。二柱把一切都怪在了穷上，他不像孙家那么有钱，更不能为他盖新房子，家里还有个老娘要照顾，很难给他幸福的生活。可巧哥却不这样认为。你不穷，你有2个肩膀和2只手，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，还有你妈妈和我。你想，你不是会富起来的吗？巧哥的一番话让他豁然开朗，谁家的财富不都是靠双手换来的？他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，加上一个愿意陪他吃苦的姑娘，生活哪有不富的道理？不死心的媒婆又来找巧哥妈，最后竟然在门口开始撒泼。巧哥还是太年轻，根本不是媒婆的对手，幸好四嫂也在。你这个老刘婆，孙星光给你多少黑钱？你专门破坏人家姑娘的婚姻。我破坏？他更加收了人家孙家的定礼，如今想赖婚呐！看我不到县妇联告他，我就不姓刘。我告你告去，人家耿巧哥还要告你呢，告你拉婚骗钱，告你破坏人家婚姻自主，告你呀破婚姻法。我破坏？我这也是婚姻介绍所。我四嫂的几句话便让媒婆落荒而逃，可拿了孙家的钱，她又不想退回去，于是灵机一动，把翠芝介绍给了孙星光。想着翠芝的模样还行，他便答应了。两人也是郎有情妾有意，翠芝巴不得嫁给这个万元户，不等孙星光上门提亲，他就迫不及待地送上了门。没想到正赶上警察来他家调查，原来这些年孙星光的钱全是靠投机倒把赚的。这下好了，不仅被没收了财产，还要缴纳一大笔罚款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把那些砖瓦木料卖给了二柱。翠芝的富太太梦也彻底碎了，他不得不回归现实。那天下着大雨，翠芝艰难地拉着一车菜，一个路人伸手帮了她一把。让翠芝没想到的是，此人正是被自己之前退了婚的文言。谢谢你。经此一事后，两人重归于好。在二柱和巧哥的带领下，村里的人渐渐都富裕起来，反倒是孙星光，因为从小没受过苦，如今只能靠变卖家产来度日。文言知道翠芝喜欢摩托车，便把今年卖葡萄的钱拿出来，将摩托车买下来送给了他。这也让翠芝明白过来一个道理，原来财富真的可以凭自己的双手创造。不久后，二柱家的新房盖好了，他和巧哥一起拍了结婚照，他把照片拿给母亲看。母亲虽然嘴上不乐意，可脸上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，只是他还是放心不下，毕竟二柱家真的太穷了。他这茬的菜和鸡蛋又卖了200多元，葡萄还能卖一大笔钱。他这么喊，还能悟出啥好葡萄？能行，妈，那3棵葡萄树。巧哥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，直到这时母亲才知道，原来家里的3棵葡萄树是被女儿偷去送给了二柱，真是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而在得知当初救巧哥爹的就是二柱后，母亲彻底的放下心来。他是个正正派派的庄稼汉，好小伙。你有一心帮他，妈不能破坏你们。不久后，两人举办了婚礼，在众人的祝福下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